各位，中国有句话叫做老而不死谓之贼。这句话啊，中国的网友说放到这个中国99岁高龄的老院士何作修身上太恰当了。何作修呢，被中国的网友称为岁数最大的老公知啊。好吧，何作修又干嘛了呢？何作修竟然逼金灿荣要承认美国军事是世界第一。都这么大岁数了，还在咒别人断子绝孙没儿子呢啊！好家伙，到底怎么回事呢？是这样的，项立刚啊，大家都知道是中国的一个科技大 V 啊。起因呢是93阅兵以后呢，何作修发文说呀，中国的军事实力现在跃居第2了，但综合的军事实力美国还是第1。项立刚说必须要打服何作修，让他认清现实，美国所谓的航母、核潜艇、核弹头的存量比中国多，但大半都已经超过50年，该报废了。在6代机、高超音速导弹、无人机、协同化作战体系方面，中国就是稳稳的第1。何作修呢，也不知道哪根筋啊，这个搭错了，他呢竟然嘲讽项立刚没儿子。项立刚回复说，我有儿子呀，还有2个女儿，都很出色。然后呢，这个何作修呢就问人家，你怎么可能有儿子呢？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不允许你生啊，你交了计划生育政策的罚款了吗？好家伙，这有一些大 V 看不过去了。你比如说这位大 V 就看不过去了，说你这个何老头何院士你挺没品的呀，舆论辩不过人家就戳人家伤口，这还是科学吗？我怎么觉得像个长舌妇呢？对吧？人家项立刚他有2段婚姻，前任的妻子亡故了，生了1个儿子，现任的妻子育有2个女儿，是双胞胎，完全符合国家的继承政策，对吧？你何院士，你既然要下作的攻击人家，最起码你应该把事实搞清楚吧。这成了一个大笑话了，各位。这个项立刚也跟那个何作修呢是老冤家了，在网上老觉得中国几千年文明怎么了不起，我就觉得我们实在是这个包袱实在该卸下去了。人家为了煮鸡蛋都要发明一个东西，这也是人家这个德国人的这个东西，我买了一套煮鸡蛋的，煮鸡蛋的，等会儿。上次我看过，你看过你看过煮鸡蛋？煮鸡蛋，我欣赏了他的那个思维的方法，就是跟我们中国完全不一样，什么都定量。就是你们个煮鸡蛋这个东西，会有这么去研究，看起来很简单。对，它是一个很简单的东西，但是他的那个思维的方式，的确跟我们中国传统的思维方式不一样。可以煮单个鸡蛋，多少时间？它这个自动仪都给你算好了的，可以煮到6个鸡蛋、7个鸡蛋，要多少时间？这个量多大是怎么个摆法？全部给你实验做出来，记录下来。就是这个煮鸡蛋都这么研究，看见吧？1个、2个、3个、4个、5个、6个、7个，可以一次煮7个鸡蛋。7鸡蛋煮进去的话，倒了水不就完了吗？然后就说它这也好办，这个拿到一插电，那个水干了，它就自动断电。这个问题不是还不是它的最重要的。放多少水？这里有个量杯，量杯就说是打破你们很多人的这个原来的这个设想啊。如果你是想煮嫩一点的，或是煮老一点的，那好办。那个煮嫩一点的，可能水少一点，那么这底下是可隔透。这个希望把那个鸡蛋煮老一点的，
那么这个水就多一点，这个很容易理解。还有一条，如果是一个鸡蛋的话，这个水的刻度在这里；2个鸡蛋的话，水的刻度在底下；3个鸡蛋更少，7个鸡蛋最少。这跟我原来的想法不一样。按理讲应该越多，按理讲是水越多，对，这个鸡蛋越多，放的水应该越多。结果它这个是倒过来的。但是你如果去认真的去煮它一下，它的确是这样。那这个很容易理解，一下就清楚了。就是它这个鸡蛋多了的话呢，它把这个水面给盖住了，蒸发的就慢了。你可以，人家为了煮鸡蛋，都要发明一个东西，而且计算的这么准确。这说明在哪怕是日常的用品的这些东西的上头，人家是人家精心研究做实验的。他不认为这是一个不起眼的东西。是个不起眼的东西，但是我也认真的研究。这个也算是一个工匠精神，是这也是一个工匠精神，也是绝对是一个工匠精神。对了，绝对是不放过任何工匠精神问题。对了，我一定让它做到精致、准确。我们中国的一般的工人没有这种准确的这个概念。多放点水，水多一点总是不会有坏处。所以我看了这个量杯以后啊，我的确很欣赏。其实我们也没怎么用过，我就是把它买回来，就是要给大家看，就是人家是怎么考虑问题的。工匠精神也是绝对是一个工匠精神。对了，绝对是不放过任何问题。著名的老人何作修又拿出古墓派公知的派，公然挑战抗美援朝之战。我刚才听您介绍美国那个制作呢，就发现其实美国人也不像我们想的那么坏。反正科学界，至少我们在科学界交流，对我们都非常友好。那些政治家我们没有接触过，不敢说。现在弄得搞一个个都跟那个什么，也很奇怪。反正是有很多事情我们也无法理解。中国今天能够有进步，我觉得得益于这个世界各国对我们的支援，要承认这一点。从民科人士来看的话呢，这都是弄虚作假。你这种问题的事件化呢，都是很严肃的事情，你怎么可能弄虚作假？所以这种问题的话呢，纯粹是一些真是外行啊，外行，而且是民科提出的质疑。我们的历史包袱背得太重。怎么说？老觉得中国几千年文明怎么了不起，我就觉得我们实在是这个包袱实在该卸下去了。这个对我们有什么不利的影响？不利的影响就是我们不肯好好学习人家，不求善，老觉得我们自己已经很好了，到现在还是这样吗？96岁高龄的中科院院士何作修，人家怎么说的呢？转基因技术食品很健康，而且我呀96岁了，天天在吃转基因食品，没有任何问题。人家为了煮鸡蛋，都要发明一个东西，而且计算的这么准确。这个也算是一个工匠精神，是这也是一个工匠精神，也是绝对是一个工匠精神。对了。绝对是不放过任何问题。我一定让它做到精致、准确。我们中国的一般的工人没有这种准确的这个概念。我就是把它买回来，就是要给大家看，就是人家是怎么考虑问题的。就是所有这些东西都用科学试验来解决，这个思维我们没有。我的确，最近这40几年的进步很了不起。我们自己有时候也觉得很值得骄傲，但是我们代价是多少？想过没有？代价，很多人我们付出了多大的代价？比如说，解放战争不必说了，解放以后我们摔了多少跟头，走了多少弯路，死了多少人？著名的老人何作修又拿出古墓派公知的派，公然挑战抗美援朝之战。
他说，抗美援朝时也有不少人说打不得，最后还是停留在38线上。其实关于抗美援朝的性质，该不该打，为什么要打，现在3岁顽童都很清楚了。惨胜这个词可是关于抗美援朝的古墓词。什么叫惨？通过抗战，我们获得了反法西斯的胜利，获得了民族独立和解放，这就是伟大胜利，绝不是惨。我对何作修老师做了一些批评，或者是说和何老师展开了一些斗争。说实话呢，他们对一个外国的东西都趋之若鹜，都不拿1分钱，没有任何好处，去粉饰，去夸耀，去兴奋的不行。听说外国人搞了一个新的概念，手之舞之诛之蹈之，兴奋的不行。好了，我回来说一下何老师。何老师1927年出生，从理论上面来说，他是1987年就退休了，他本来就是科学院搞理论的。我去过何老师家，是吧？老人连门都很少下，门都很少出，楼都很少下，然后主要的靠一个网络朋友圈，看看头条、微头条，然后看看朋友圈，主要就是这么些情况。然后他基于40年前、30年前、20年前那些理解，然后出来指责中国的企业，指责中国的产业，鄙视中国的产品。我是去过何老师家，我拿着助听器，我想让何老师用一用，感受一下，让他有个公允的评价。实际情况我看他用了以后，他并不想给出一个公允评价。为什么？因为这是中国人生产的，他不会去给公允评价的。这样的情况，中国华为这样成功的企业做出了那么伟大的产品，我们让我们在市场里面变得很强大，很有竞争力。他也认为华为搞出来的技术不行，然后认为华为的芯片是搞不出来的。事实上，华为芯片不是搞出来了吗？这一对儿将近100岁，加起来200岁的公知老夫妇，这怎么又跟那个金灿荣干上了呢？话说呀，是因为当初的时候他跟项立刚吵架的时候，何作修不服气，说金灿荣也说过中国的军事实力现在排到世界第2你为啥不敢跟金灿荣吵架呢？项立刚说金灿荣是我的老朋友。话说我也记得93阅兵前金灿荣发文说过中国现在的军事实力排到世界第2了，但现在老金已经把这条删了，看不到了。看完93阅兵以后，金灿荣也服气了呀，中国的军事实力就是世界第1呀。现在呢，不服气的只有何作修了。太荒谬了！一个退休院士竟然逼着金教授要他承认美军才是世界第1这感觉味道真的不对劲作为一个我们国家的退休院士，你逼着我们国家的人承认美军世界第1，这简直荒谬到了极点了这说明那个所谓的院士他已经不隐藏了他的精神上、他的意识上、他的立场上早已站在了老美那边好像老美军事世界第1他心里就很爽好像跟他有什么关系一样真的是莫名其妙这个所谓的院士真确实令人毁三观简直令人不齿何作修已经疯了，逼着金灿荣承认美军是世界第1。还是那句话那句话说的太对了。点个订阅吧，咱们下集再聊。